看你的脚。如果我的两个脚是向外张着的，意味着太后今天心情好，气儿顺。如果我的两个脚尖儿是向内站着，就说明太后老佛爷今天心情不好，正找茬发火呢。好，太妙了，咱们就这么约定了。如今皇上已经亲政了，我也该从这儿退出去了。不少大臣都上奏，要求把清漪园修整好喽，也好让我有个养老的地方。禀皇上、皇太后，如今修复清漪园十分重要。当年这些园子是被英法洋人烧毁的，今天要把它修复得更加的好，让天下人都看看我大清的繁华盛世的气派。另外，此地湖光山色，景色宜人，正是颐养太和之地。臣建议把此园子改名为颐和园，恭请太后、皇上恩准。不错，挺好的。这颐养太和，还挺吉利。就叫颐和园吧。臣这里还有一个折子。自从长期冲突以来，日本全力拼命地建设海军，要想保住大清的海上优势，仍需不断地增添新的舰种。臣恳请圣上恩准，在全国各省募集海防军费，专门用于海军建设。我觉得挺好的。皇上的意思呢？亲爸爸恩准的事儿，孩儿自然高兴。海军强，则国家强。就请李中堂多费心了。谢皇上太后隆恩。中堂大人，木材的事已经查清楚了。瑞大人经手，共从洋人商行中购得红松10万方，按洋人商行标价，合计应付白银53200两，但经瑞大人之手，是以38万两银子购入。这是洋行的账目本，瑞大人的签章尽在上。好，你是怎么得到的？这洋行中有小人的朋友，银子使到了，自然就得到了。办得好。各位大臣，有何奏章上奏？臣奏请皇上、皇太后，李鸿章以海防为由，向各省强行勒索，各省不愿听从，又不敢不给。臣以为，李鸿章夸大日本威胁，借口扩建海军，实则自己捞钱，绝非是为我大清江山社稷着想，请皇上、皇太后明察。臣附议。臣也附议。臣附议。臣也附议。臣附议。臣也附议。禀皇上、皇太后，臣李鸿章举报瑞袭贪污欺君之罪。怎么回事？臣得知，瑞袭借购买修建颐和园木材之机，与洋商勾结造假，所购木材价位支付53000两，可他却向朝廷报以38万两购入，其中赃款皆入私囊。
瑞奇，可有此事？李鸿章，你休要胡说！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无凭无据，岂可诬告本官？是啊，李鸿章，你有何证据？这是你在洋行购买木材的账目和单据，你的亲笔签押全在上面。瑞奇，你还有何可说？皇上，购买木材是给太后修颐和园所用，是太后亲旨微臣承办的。53000两本是原价，但是近期木价飞涨，运输遥远，运费增加，所以才升至38万两啊！皇上，这种木材1年多以来一直是这个价格，从未上涨。这是洋行1年多以来的售价记录。瑞奇除了贪污之外，加犯欺君之罪。皇上，住口！身为朝廷大臣，违法贪污，铁证在此，你还敢狡辩？皇上太后开恩呐、小人是一时糊涂啊！小人家中老母病重，一病在床8年了。小人为给母亲看病，花销太大，只好。禀皇上、皇太后，瑞奇老母十分健康，昨日还在戏楼彻夜听戏打牌。好了，这刚刚亲政，你竟敢如此放肆，是把朕不当个皇上是吧？微臣不敢，微臣只是一时的糊涂啊。请太后赐旨。如今是你当皇上亲政，主意还是你自己拿吧。贪污公款，欺骗朝廷，当斩！皇上、太后，我可是为您救园子奔波呀！准。太后，我可是为您修园子奔波呀！为我修园子是不假，可是你的胆子也太大了。你里里外外的弄点就得了吧，你贪那么多。祖上是有法的，还废什么话呀？拉出去！皇上太后开恩啊！皇上太后开恩呐！李鸿章，你个王八蛋！大清的贪官那么多，你非得抓爷的把柄，你不但好死，李鸿章，你不但好死，李鸿章，你个王八蛋！李鸿章，你不但好死，李鸿章，你不但好死，你不但好死，李鸿章。秦国海軍の実力には追いつけないものだろうか。我々はすでに帝炎、陳炎の強さに対抗できる3隻の戦艦を設計し、秦国にいる諜報員からの報告によると、新政府が海外から
大量の木材を購入しました。分析によるとそれは岩塩修繕に使われるとのこと。秦国海軍の経費が岩塩修繕に流用された可能性が大きいです。これはいい機会である。造船を急げば秦国に追いつくこともできるはずだ。しかし海軍の予算がすでに超過しております。3隻の新型戦艦の製造費用を国会で承認できない状態です。今の予算では1隻しか作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再び募金しよう。皇族全員に宝石や金銀を寄付してもらうよう呼びかける。それと長崎事件で秦の水兵が紛失した本を入手しました。電信化で分析させた結果、これは秦政府の電報暗号だと判明しました。すでに全て解読してあります。これからは最初の段階で秦政府の全ての電報を把握できます。よくできたな。そして肝心なのは秦国にこのことがバレないことである。できれば永遠に。中堂大人总是这么客气。鸿章还是想公公多多指点。中堂大人创建海军，呕心沥血这么多年，朝中不乏贬斥之言。当然，老夫久闻于耳。中堂大人在众人围攻之下而立足不倒，全凭太后老佛爷的恩宠，对吗？太后的洪恩，老夫永生不忘。现而今，太后退政，就想在这颐和园颐养天年。正是。而皇上正在为修颐和园的银子发愁。是。公公有何高见？中堂大人不是有一笔从各省筹来的海军经费吗？这点老夫也曾想过，只是动用海军军费，恐怕招来非议呀。中堂大人，小的不懂得什么海军，不过据我所知，为培养人才，就要办水师学堂。那些刚入学堂的新生，不可能一下子就跑到海上去操练舰船吧？倘若有一片湖水专供水师学堂的新生操练，万一有胳膊生手掉下船去，一直腰就起来了。这昆明湖如果是水师学堂的操练场所，这修颐和园的云子不就名正言顺了吗？公公明智啊，明智。在颐和园办一个水师学堂。在颐和园训练海军，简直是儿戏。放鸭子还差不多，人家本来就是当儿戏玩玩的，你还以为真能在那点水里训练出海军啊？朝廷的事儿，咱谁也管不了，一切都听你中堂的就是了。咱们舰队所需要的银子，都拿去修了颐和园。买新军舰，就别再想了。
连锅炉的维修、炮械的更换都得停下来。我的济远锅炉早就该换了。我的康记号天天抛铝顺拉煤，锅炉早已老化。从今往后，各舰只能烧便宜点的低质煤了。哎，说到运煤，小弟啊，你明天还得再带舰去趟旅顺。抱歉，你们几条船都去吧。各舰所需的煤，不是已经备齐了吗？从东北运一船煤卖给烟台的商户，能赚2倍的价钱。如今咱舰队得自己养活自己呀。把军舰当作货船，用来贩卖煤炭，海军成了商行，这还叫海军吗？试闻陕西大旱，赤地千里，人祸相识，朕甚为痛心。天下臣民皆为生灵，祝陕甘总督急速开仓放赈，所发粮物，任何人不得中途克扣，务必全数发往灾民手中。各路官军严加保护，凡贪污赈灾粮款者，立斩无赦。请皇上过目吧。只字不差。好，就这么批下去吧。皇上，奴婢可以代笔成文，可这签批还得您的亲笔啊。干脆，你连签印也带我一起做了吧。那可是违反了大清的王法，奴婢可不敢。好，好，好，我来签印。太后老佛爷驾到！孩儿给亲爸爸请安。奴婢给老祖宗亲请安。爸爸吉祥。给太后请安。皇太后吉祥。起来吧。谢老佛爷。哎，这皇宫就这么大点儿的地儿，整天就憋在这里面，真是把我给闷死了。我得出去转悠转悠，溜达溜达。这些要紧的折子，谁让你打开的？奴才有罪。就交给皇上处置吧，啊。亲爸爸尽管放心，奏折的事儿就交给孩儿处置就好。若有不知定夺之事，再请亲爸爸降旨。香。哎，修个颐和园。还有那么多的麻烦，害得我天天的惦记，一天都不安生啊！哎，老祖宗不用着急，让他们造2条小火轮放在湖里，不就行了吗？小火轮。你刚才说，在湖里放小火轮？什么湖啊？昆明湖啊。你怎么知道的？哦，回老祖宗，
刚才端茶的时候，李中堂的折子正放在桌上来着。你是说刚才端茶的这会儿功夫，你就把折子看清楚了？回老祖宗，奴婢无意之中看了一眼，便看清楚了。珍妃，岂敢军机大事！秦爸爸，珍妃年幼无知，无意中偶看奏折。不用你护着他。你说说这李中堂大人他的折子说的是什么呀？正好皇上也跟着一块儿听听啊。回老祖宗，李中堂上奏说，想在昆明湖上办一所水师学堂，这样就可以把海军的银子用在修建颐和园上了。这倒是个好点子。不过这昆明湖就那么大点儿的地儿，水浅的连蛤蟆都淹不住，那大兵舰能进去啊？还训练水师呢？哼，这不是让天下把我当笑话说了吗？回老祖宗，可以让他们在湖里放2条小火轮，平日里水师学生可以操练驾驶。太后和皇上临幸时专供托引御船。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火轮虽小，但其内在原理与大船相同，水师学生仍可以学到真本事。这样既是两全其美，又可正天下视听。听上去倒挺在理儿的。皇上，你看呢？好像可行的。那我就再试试你。是不是真的扫一眼就能记住？回老祖宗，奴婢看过了。这就看好了。那我问问你，这是谁上的奏折呀？回老祖宗，此折是醇亲王所上。所奏的内容是何事啊？回老祖宗，是为海军更换新锅炉和快速炮申请经费的。申报银子多少两啊？回老祖宗，更换锅炉25座，所需银子150万两；购买克虏伯快速炮21门，所需银子61万两。确实是这样啊！你可真不简单呐！你居然有过目不忘的本事。那我倒想再问问你，我应该不应该奏准呢？回老祖宗，奴婢岂敢替老祖宗和皇上定夺国家大事？
但说无妨，说对说错都不怪罪你。我倒想听听你的见解。回老祖宗，现在修建颐和园的银子都不够用，更拿不出更换新炮的钱了。可是军舰好买不好养，少了银子，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一堆废铁。奴婢认为，可以用朝廷的名义设立海防捐，让天下富人捐银买官，从知府到道台开出价格，4、5千两买知府，7、8千两买道台，这样既可以名正言顺地筹到购买新炮的钱，又可以补建颐和园之需。这么大的事儿，在你这儿几句话就解决了。你这孩子悟性可真不浅呐。那我就照着你的主意批了吧。奴婢不敢，奴婢只是信口胡说的。你信口胡说就说到点子上了，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你可真不简单呐，可算是一个人精了。奴婢全是因为老祖宗的恩泽，在老祖宗身边耳濡目染，受益匪浅，才学得一知半解。哼，哎，你这学得一知半解，就青出于蓝了。你这要是学全了，你还不成国家的栋梁了？老祖宗，奴婢只知道适应老祖宗和皇上，永不敢有丝毫非分之念。好吧，你就把你这点悟性和聪明用在伺候皇上吧，多费点神，把皇上往正道上引。奴婢牢记老祖宗的教诲。走，出去溜达溜达，转转。真是闷死我了。老佛爷，您慢点儿。哎，这儿有台阶儿，慢点儿。哎。我来给你弄吧。哎，夫君啊，你这次走得这么急，夫君这次出海，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身为海军，随舰航行，真是很难说得准呐。那我抽空去威海看你。当然好。
只是路途太遥远，夫人身体又不好，太辛苦了。不怕，只要和你在一起，再辛苦我都不在乎。何况我去了，还能给你洗洗衣服、做做饭，还能做你最爱吃的刀削面。好吧，如果我舰队能在威海多逗留一阵子，我就写信给你。只是夫人，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而定，最好能搭船。走陆路太辛苦了。行，我都听你的。哎，我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咱们能把家搬到威海吗？这是北洋舰队的章程，舰长必须住在船上，不可以随军带家属。可是方伯谦和其他的几个人早就把夫人接到威海去了。别人可能有特殊的情况，我身为舰长，必须以身作则，帮夫人理解。理解。这些年真是难为你了，你照顾孩子照顾得很辛苦。夫人，只要一有机会，我一定会来看你。家里你放心，有我呢。你去吧，我挺知足的，这辈子能嫁给你这么好的男人，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身为海军，对不起夫人。海军是国家的海军。是民族的海军，是护卫国家海疆不受侵犯，是维护国家和平的。美国海军专家马汉最新提出的海权理论中，主张争夺制海权才是海军最主要的功能。只有一支具有远海决战能力的海军，才能真正使自己的国家享有和平。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一会儿你们留下来自习。下课。谢大人。
给大人请安。免了。这些衣服都是你的吗？不，是同学们的。那为何都由你来洗呢？回大人，是学生替同学们洗的。怎么？他们竟然懒得连衣服都不自己洗了吗？不，大人，是同学们在帮助我。洗一件衣服，一个铜板。我家里穷，母亲和弟妹全靠我来养。把你的手伸出来。你叫什么名字？回大人，学生黎元洪。黎明的黎，朱元璋的元，洪秀全的洪。都不是凡人了。黎元洪，你接着洗吧。把这些交给那个洗衣服的同学。哎，大人，您的衣服平时不都自己洗吗？连我们帮您洗，您都不洗，这次怎么让别人洗了呢？一个为孝敬父母而吃苦的人，值得帮一把。你去跟他讲，这些衣服不急，等他的手好了再洗。是。黎元洪。给萨大人请安。你是？世昌大哥，小弟，你来的正好。我念这段给你听。任何国家都应该以追求国家利益为核心，在国家核心利益面前，没有哪个国家会给道德留下生存空间。说得多好！这位美国海军专家马汉先生提出的海权意识，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啊。邓大哥，我给你带来一个人。人？谁呀？你还活着？给萨大人请安。你是？世昌大哥，小弟，你来的正好。我念这段给你听。邓大哥，我给你带来一个人。人？谁呀？
活着。给邓大人请安了。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以为你在马江海战中殉国了，连福建城给朝廷的战表中，也把你列入了阵亡将士的名册里。啊！来，坐下说。军舰沉没时，我挣扎地打出了最后一炮，同时也被震晕了。等我被水呛醒时，我看见军舰沉得差不多了。我胡乱抓了一个木板，随海流飘着。可敌舰的炮火仍在追赶着水面上挣扎的人在打。我又受了伤，最后昏过去了。等我醒来，我发现我已经冲到海口外了。幸好离岸近，又赶上涨潮，我就拼尽最后一口力气，我游上了岸。最后被一个老人救起，背回了家。由于伤得重，我躺了1个多月。那个老人对我非常好，他孤独一人，靠打鱼为生。那为何后来又没有去归队呢？当时到处传说不一，那个老人打听回来的消息也五花八门的。有人说，朝廷要抓在海战中逃跑的官兵，抓回去的全砍了头；也有人说，官府要把这次战败的责任推给将士们。我想，我是亲眼看见军舰沉了，舰上的弟兄们全阵亡了。我这要是归了队，他万一没有一个活下来的给我作证，那我不找死吗？所以，我就在老头那儿藏了下来。为了感谢他的救命之恩，认他做干爹，帮他打鱼。那怎么又到这儿来了？我半年前听说北洋海军建军了，心里一直惦记着邓大人，所以我就告别了干爹，一路要饭到山东。
郑大人，您是知道我的，你要相信我，我绝不是孬种。我相信你。我手底下带出来的兵，没有孬种。谢大人信任。不过，朝廷名册已把你列为了阵亡人员，要归队，恐怕还得按章程上报待批才行。要不给他改个名字？不行，这全舰队没有不认识他的，早晚会传出去。不怕，你又没做亏心事儿，有什么照直了说。Yes。你先下去洗个澡，换身衣服。这上奏的事情，交给我来办。大人，上次木材的事儿，多亏牛大人了。不就是运几十根木头吗？牛某一句话的事儿。牛大人，你放心，回扣的银子1两都不会少。啊！都是北洋海军的元老了，咱们守着这些船，不给咱自己方便方便，天理不容啊，是不是啊？哎，听说没有？大卫回来了。大卫？哪个大卫？就是当年你们在福州救的那个叫花子，后来在邓世昌手下当兵的。啊？他不是在马江海战中阵亡了吗？怎么没死啊？可不是，回来了，又投奔邓世昌了。当年他把邓大哥当做义父一样，要不是邓大哥收留他当兵，也许他早就成路边的饿死鬼了。哎，当时我还帮他出主意，到妓院里给客人吹奏，真是难以相信啊！一个叫花子竹箫吹得那么好，就凭一支竹箫，愣是把洋妞给迷倒了。詹妮愣是从地球的那边追到了中国，可偏偏赶上了马江海战。都说大卫死了，詹妮就留在了香港。这也算是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吧。哎，他还会不会去找那个洋妞啊？我看呐，8成是冷静了，明白自己的身份配不上人家。他一个叫花子出身的水兵，可人家呢，那可是英国贵族家的大小姐。年轻人冲动，热乎劲儿没几天就过去了。说到马江海战，福建水师11艘舰船，不到半个小时全部被击沉。薛有福等好几位留学美国的军官，全都战死了。这就是教训。什么教训？太笨。兵法讲究的就是一个灵活2字。兵无常态，水无常形。马江一战，败就败在待在江中挨打，没有灵活的运用战术。上次我和丁军门喝茶聊天，他说咱北洋海军这么多将领当中，就属你方大人最灵活。上次在日本太悬了，当时要听了杨顾问的话，一开炮，
日本岸上的几十门要塞炮一起开火，咱北洋海军的主力舰就全完了。要不是我躲在妓院里，也早成了他们的刀下鬼了。所以说，条件不成熟的时候，绝对不要凭一时的冲动。那您觉得采用何种战法才是上策？咱们的老祖宗《孙子兵法》上早就写了36计，走为上策。逃啊！叫逃也好，叫走也好，都一样。敌强我弱时，该逃就得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妹，丹妮，你来了。这样去告诉你呀，下一个星期天的时间一定要帮我留出来，有一件大事情。什么事儿啊？来参加我的婚礼。真的？太好了！哎呀，什么时候能参加你的婚礼哦？那可说不准，我就努力争取吧。等一下，我去给你看看我的婚纱，穿上你先看看啊。太美了！要是你的表哥和邓世昌先生能来，那就太好了。有一群海军军官出席，舞会将大大增色。可是，他们近期没有来香港的计划。我知道，现在有点不太合适，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怎么了？他还活着。谁？怎么可能？詹妮小姐，您好。没想到还能给你写信。我在海战落水后的昏迷中，竟然想到的是您的身影。这也许是人临死前的最后一个幻觉吧。从邓大人那里知道你已经订婚了，我很高兴，真的很高兴。傍晚的时候，我站在海边，吹起了竹箫。邓大人说，世界上的大海都是相连的。我相信，我的箫声会从海浪上传到你的身边。请相信，将来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你在哪里，都会有一支竹箫为你吹响。这箫声会给你带来平安、祝福和一个永远美好的回忆。我的英文还是写不好，只好用中文写了，十分抱歉，不要笑话我。你的大卫。来，正宗的铁观音功夫茶。好茶呀！哎，一喝到铁观音，就有一种回到福州的滋味了。这次长期冲突让我总感不安。我也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哦，那咱俩互相都猜猜，对方心里想什么？好啊，我们就学学《三国演义》，就写在这儿。这丁君门是个老好人，能把大伙拢在一起。可他是陆军出身，对咱们海军，尤其是海军的战略战术十分不了解。丁君门生性懦弱，遇事瞻前顾后，自己拿不了主意，事事都得请示李中堂。这或许在做官上正好合适，但是一旦遇到战事，绝无请战的可能。在海战中，极为重要的就是临阵指挥和编队变阵。虽说他有步禅、太曾辅佐，可是海战中必定是一片混乱，主帅的决策瞬间将决定一个舰队的生死。我看丁君门未必有这种果敢的能力。邓大哥的忧虑，也正是小弟的忧虑。日本海军的主帅伊东佑亨多次出洋留学，在美国海军中实习。其他各主力舰长也全都是英、美、德、法海军院校的留学生。我跟他们中的不少人同窗数年，对他们十分了解。他们的海军造就都很深呐。这次长崎事件，没想到日本民众有如此强烈的仇视心态，那种不甘落后的情绪，都是潜在的巨大危险。将来一旦爆发冲突，谁胜谁负，还很难预料。咱们这支海军，在理念上缺乏马汉所说的海权理念，在素质上已经变为了商贩，只不过是朝廷摆在那儿来吓唬人的纸老虎。一旦遇到战事，
太悬了。邓大人，萨大人，妓院方大人派人送来请柬。请柬？那个方大人又娶了3姨太，邀请我们去赴宴呢。骄奢淫逸，纸醉金迷。最近他又在烟台添了2处房产，这样，他就在福州、旅顺、威海、烟台，就都有了房产。只要一倒手，就能赚上几万两银子。丁军们不也在刘公岛建了自己的房子出租吗？这全舰队有多少军官在岸上置了房产？那北洋海军章程中规定的，舰长必须住在舰上，全程废止了。那这样下去，我们是军人呢，还是商人呢？不行，我要上奏朝廷。邓大哥，万万不可！如今，全舰队有条件的军官，几乎全都买房置地。你一旦上奏，那可就得罪大了。那就看着他们军纪败坏，嫖赌成风。一旦面临战事，一个风气堕落的军队，绝无胜利的可能。一个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时代，离战乱还远吗？大卫，来。不要下菜。你拿着这个去方大人那一趟，就说是代表我。是，拿着这个去方大人那儿一趟。邓大人，代表您干啥？代表我参加方大人的喜宴。喜宴？这我可不配，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副官。你啰嗦什么呀？让你去你就去。可我又不会喝酒啊。你总会吃吧？吃会。把这个也带上，找块红布包一下，就说是份子钱。国仙有幸纳妾，承蒙各位亲朋好友前来相贺，不胜荣幸啊！国仙身为海军，当保国为先，今我北洋海军威震四海，天下供养。虽有日本小国不服气，可是南城气候。前日在长崎，我亲自率众教训了他。好，男子汉大丈夫，为国尽忠的同时，也不应忘记尽孝。
光宗耀祖，传宗接代，人丁兴旺，这才是忠孝两全呐！方大人言之有理啊！自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大丈夫的抱负啊！为北洋海军能有方大人这样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良将，干杯！来，干杯！来，干杯！坐。来，丁大人，来。方大人，邓大人与萨大人送来的贺帖。他们人呢？邓大人说训练繁忙脱不开身，萨大人说这几天他要去水师学堂授课，请方大人见谅。市场也确实忙，不过致远号的训练的确出众。算了，他俩就这脾气。咱们吃啊！来。兄弟们，不接。哎呀，谢谢啊！恭喜啊！大卫，你怎么来了？邓大人给了我这个，还有这个，让我来代表。代表邓大人？我想是吧，也可能是代表致远号。反正他让我来，我就来了。行，邓世昌就这样，一点也不奇怪。好，代表就代表吧，也别管代表谁了。既然来了，就喝杯喜酒吧。来，倒上。对不起，方大人，标下不喝酒。不是，这可是我的喜酒啊！你来代表参加喜宴不喝酒，你这算代表什么呀？啊，光吃啊？是，邓大人是叫我来吃的，可是我还没吃什么。好，吃吧，都是兄弟，啊，随便吃。方大人，您真的别误会，我是真的从来就不喝酒。从来不喝酒？哎，当海军的不喝酒，这还头一回听说。方大人，小的从小乞讨流浪，有了上顿没下顿，就更没钱喝什么酒了。自从跟了邓大人，到了海军，邓大人平时不喝酒，也不让我喝。再加上我看有的弟兄们喝高了，又吐又闹，还经常打架伤人，我就更觉得酒这玩意儿不是好东西。我这请大家喝喜酒呢，啊！你说酒不是好东西，酒不是好东西是邓大人说的。反正他不喝酒，我就不喝酒。唉，邓大人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嘿，你倒是挺忠心的。邓大人如我的再生父母，要不是他收留我，我就已经是路边的枯骨僵尸了。我这大喜宴的，你说什么枯骨僵尸啊？对不起，说跑嘴了。喜宴嘛，你说点吃吃喝喝的吧。是，
那我就不说僵尸了，那咱们聊吃吧。你还能聊吃？嗨，快坐。聊不好，但是口福好。我几乎是吃遍所有的山珍海味，嘿。山珍美味，你倒是说一说，都有什么山珍美味呀？是，说。鸡鸭鱼肉什么的我就不说了，像什么海参啊、鲍鱼啊、鱼翅、燕窝、王八什么的，就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咱没吃过的。等，你刚来海军的时候不是个要饭的吗？啊，对呀，这搁哪儿吃了这么多珍贵的东西啊？反正我是都吃过，我不敢说，我怕说出来，大人们不好受。不行，今天你一定得告诉我们，究竟是在哪儿吃的这么些名贵的东西。对，一定要说啊！大人们，不错，小的确实是个要饭的，可正是因为是要饭的，才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美食。哎，为啥呀？不是古人有一句话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吗？对呀，杜甫的名诗吗？是啊。如今这世道不就是这样吗？富贵人家整天花天酒地，吃不完的山珍美味，整席的剩饭剩菜都去哪儿了呢？全都倒了呀，倒在了臭水沟里，倒在了垃圾堆里。我们这些快要饿死了的穷人，全都挤在那里，等着抢。抢？是啊，抢。能抢到几口，就能再多活一天；抢不到，就只有饿死了。跟我们在一起抢的，还有野狗、野猫、乌鸦什么的。那场面，雨天一片泥水，猫狗滚成一团；到了晴天，一片灰尘，只见影儿不见人啊。有的时候，有一个影儿来抢你的吃的，你扑上去抓住它，反被咬了一口，你才知道对方是狗。天冷时，那些剩饭剩菜就都冻成冰块，我们抓住就啃，一片咔哧咔哧的声音。要是赶上了大热天儿，那些倒出来的鱼啊、肉啊，马上就都馊了。那个味儿啊，我怎么说呢？酸酸的，腥腥的，臭臭的。黑色的苍蝇和白色的米饭
混在一块儿。有的时候，你扒了那个饭，还能扒拉出一只死老鼠。别再说了，大卫呀，大卫，你还让不让我们吃了？方大人，我只是看到那么多好吃的，就忆起了当年的苦。那你也别这会儿说呀。是您叫我说的。行了，行了，行了，大家都回去吃去吧啊！快吃去吧啊！快回去吧，走吧，走吧。速度快，速度快！邓大人，我代表完了。代表？代什么表？您不是说让我到方大人那儿代表一下吗？哦，对对。怎么样？吃的好吧？没吃。没吃？为啥？因为他们都没吃。都没吃？不是方大人喜宴吗？因为我讲了一些关于吃的故事，他们听了以后也就都没再吃了。讲故事？你小子讲啥故事？也没讲什么，我就讲了一些关于吃的故事。你说过听听。Hi, Deng. Ching, Bo Yao Dong. You've got the cannons in the background and the clouds drifting in the sky. This background is just perfect. I want to take a photo of you. 哎，一板太贵，别瞎浪费。No. I've came here especially to shoot you. Before I came to China, the Times newspaper asked me if I'd be their photographer and brought along this camera. I promised I would send back photos every month. Now, I've already taken photos of Captain Liu and Captain Ding, and that little fella at once threw me in the sea. But today, I'm going to take a picture of you. 哼，我有啥好拍的？ No. There's something very special about you. 我又没有3头6臂，普通人一个。Like a kind of pride. Yes. Like a cavalier. Very handsome. 当然了，我们呀都管他叫邓半吊子。你胡说什么？长胸呢啊！我们还管你叫邓小辫子呢。邓小辫，你们这帮臭小子啊！邓小辫子，邓小辫子，邓小辫子，还躲？对，邓小辫子，邓小辫子。再说一遍，我叫什么？邓大人。这吵。这样吧，要照相啊，咱们大伙儿一起照。去，把舰上没有值班的水兵全叫下来，咱们一起去拍照。是。快！ Okay, please, nobody move. And stand up straight. This is the moment in history that Captain Deng and his sailors will be remembered.
1, 2, 3. Okay.哎呦，叶大人，牛大人，牛大人，怎么好几天都没见到您了？哎呀，太忙了，刚出海回来。哎呦，来坐，喝几口，暖和暖和身子。小二，再上几道菜。您请您的，您请您的，我自己来。哎呦，哪儿的话呀？咱哥俩呀，平时就难得凑在一块儿喝上几杯。您坐，您坐，您坐。好，今儿个赶巧了，有叶大人赏光，刘某莫大的荣幸啊！小二，把我前2天存的那2瓶好酒拿上来。好嘞。哎呀，出海了，是去训练吗？训练啥呀？丁军们又派我的靖远舰和方大人的吉远舰一起去了趟旅顺、拉煤。这2个月几乎就没闲着，都跑了5趟了。吃的马上就来。丁军们真是重用你呀！此话怎么讲？你想嘛，这种用军舰去当货船拉煤的事儿，能让不放心的人去吗？一旦传出去，对李中堂，对咱们大伙儿都不好。当然得用自己信得过的人去了。丁军们派你和方大人去，就是一种信任。他总不能派邓世昌去吧？就他那脾气，嗨。嘿，咱们心里啊都明白。来，干！哎，这就不错呀。怎么样？不错吧？这是专门托人从山西带过来的，回头派人给您送几坛过去。那就太感谢了。不过这酒钱的事儿还是要照付的啊。哪儿的话呀？咱们哥俩这么多年的交情，喝上几口酒还提钱的事儿，多没面子！来，喝着！哎呀，满上！来，喝着！丁军们也为难呐。我呢是管钱的，最知道底儿，年都不够开销的。这么多人张嘴吃饭，舰队出海训练一次，一发炮弹就打掉几十口人1个月的伙食钱呐！更不要说烧的没了，隔长不短的还要给每条舰维护锅炉、更换机件、保养油漆。这1年下来，光舰队的维护保养费用就够买2条新军舰的了。是啊，这海军的船好买不好养嘛。说的是啊，可咱北洋海军每年的经费就这么点儿，不够了只好减少训练次数，再不够了就只好减少买炮弹的数量。炮弹这玩意儿少上几发显不出啥来，
可要是大伙儿的伙食上少了点什么，那可就炸了窝了。我这个总管还不得让大伙儿给骂死？您说是不是啊？大家都理解舰队的难处，能节省的都尽力节省吧。光从牙缝里挤不出多少银子来，还是得广开财路啊。什么财路？煤呀，煤这个东西可是个来钱的好路子。它李中堂开办洋务，火车、军舰都少不了用煤。咱北洋海军离开了煤，那在海上就是一群靶子。再说有钱人家做饭，冬天取暖，他都得用煤。煤价啊，年年往上涨。有心计的人呢，谁都琢磨着怎么能在煤上边发财，但苦于没办法把煤呀从东北倒腾出来。而咱北洋海军手头放着10几条大船，旅顺又是咱们海军基地，来来回回的方便。军舰用煤拉煤，又名正言顺，许多事儿捎带着也就办了。拉回的煤呀，这么一倒手，就是白花花的银子。不运白不运，不捞白不捞啊！经您这么一指点，明白多了。只是拿军舰当货船，传出去总是不好啊。所以丁军们才让每条舰轮换着去拉煤呀。丁军们的用心，谁都看得出来。他是想让将领们都掺和进来，都沾一点儿，这样谁都说不出什么来。来干！标下在。你小子净给我惹事儿！惹事儿？惹啥事儿了？让你去吃方大人的喜宴，你去吃就行了。啊？你说这些臭鱼烂虾的事儿干嘛？害得人家好好的一场喜宴，让你全给搅和了。连丁军门、刘军门都把脸拉下来，让我回来好好管教一下自己的部下。去吧去吧，怎么处罚吧？听您的。要不还是挨鞭子吧？挨鞭子？啊。挨鞭子也得按照军规处罚吧？哎，你跟我说一说，你是犯了北洋海军军规章程的第几条了啊？我想想啊，第3条吧，不服从长官的命令。
不妥吧？你是服从了我的命令才去参加喜宴的。那就是，第5条军规，违反长官的命令。违反？让你去吃，结果你没吃。对，没吃，也没让别人吃上，违反军规。这条差不多能凑上。行，就这条啊，你自己去找执法官，让他给你执行。是。哎，等等。大人还有什么指示？你还没问我该打多少遍呢。是。请问大人该打多少鞭呢？军规里怎么规定的？该打多少鞭？违反第5条军规，该罚30鞭。算了，不打了。邓大人，您还是把我打了吧，免得丁军门、刘军门那儿为难。一支军队，当然要有严格的军规，否则打起仗来比一群猪还乱。只是你小子惹的事儿吧，还真是有点牵强。邓大人，还是打吧，您只要跟执行的人关照一声就行了。关照？打重打轻，打在背上还是打在板凳上，不都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就像上次在英国迟到了，挨鞭子一样。臭小子！行，那我就关照一声。谢谢大人。邓大人，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回来。坐下。你小子，啊，表面上看着憨憨傻傻的，其实心里啥都明白。你给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诚心去搅方大人的局的？没有。邓大人，咱是宁拆10座庙，不拆一对亲，咱没有这心思。我就是觉得，要是喜爱一个女子，就应该专心的用一辈子去爱。当然，其实你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我想啥了？我没想啥呀。你心里还想着詹妮，是吗？没有，人家都已经成家了。你瞒不了我。我给你留点神儿，谁家要是有合适的闺女，给你相个亲。
邓大人，我已下过决心，要在致远号上跟随您一辈子。这是什么话啊？军舰是军舰，生活是生活，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遇到合适的女孩，还是应该结婚生孩子。我从一个快要饿死的流浪汉，到今天的海军军官，全是您的恩德和教诲。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您把这致远号当家，致远号也就是我的家，所以我也就不想其他什么了。这年轻人的初恋，他都是任性的，时间久了，就都变了。去吧，挨鞭子去吧。是，谢谢大人。只有邓世昌大人的致远号，几次都找借口，一会儿说军舰没有装货的舱位，一会儿说轮机磨损，总之就是不去拉煤。要说军舰跑得多了，轮机磨损也确是实情。我的靖远号和方大人的济远号锅炉早已老化，航速啊总是提不起来。这件事儿还得请牛大人向朝廷申请一下，更换新锅炉吧。更换？那得从洋人那儿进口，谁给银子啊？叶大人，咱们就都凑合着点儿吧。拉煤呀，不在乎快点儿慢点儿的。可是以后一旦遇上战事，自从北洋海军建军以来，什么时候遇到过战事啊？谁又能断言近期会一定有战事呢？远的不说，近在眼前的日本，近年来海军发展迅猛，大有扩张的野心。日本弹丸小国，借他俩胆儿也敢跟咱大清叫板，就冲咱北洋海军这几条巨舰往他面前一摆，下也下对了他。是啊，虽然日本也造了不少大型军舰，但咱北洋海军毕竟是亚洲第一的舰队呀，他干嘛要跟咱们动武啊？冒这么大险，值得吗？叶大人远见卓识。其实啊，您跟李中堂想到一块儿去了。怎么，和李中堂想的一样啊？是啊，李中堂建北洋海军不是打仗用的，舰队不是用来打仗，是干什么用的？是用来吓唬人的。吓唬人的？这里边的谋略深大了。你想啊，
这北洋海军再强，还能比洋人的舰队强吗？敢和洋人在海上动手吗？不敢吧。所以建北洋海军就不是为了对付洋人的。是啊，主要还是对付日本的。当然了，日本近在咫尺，露出贼寇本性。李中堂许多年前就把日本称作昼夜之患。哦，就是嘎吱窝底下的危险。他建立北洋舰队就是为了震慑日本，让他们在海那边好好待着，别轻举妄动。兵法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有咱北洋舰队在，日本就不敢轻易动手。咱们就像海龙王那根定海神针，就是大清的定海神针呐！当然，海上平安无战事，当然是好事。虽然向朝廷申请维修军舰的费用的折子还没递上去呢，可向朝廷状告咱北洋海军走私煤的折子就快递上去了。会有这事儿？谁要递呀？嗨，还能有谁呀？到处都在传，说邓世昌邓大人在写奏折呢。是吗？此话从何人那里听的？这你就甭打听了，在各舰上都有一些和咱不错的朋友。唉，这个邓大哥也确实太较真了。咱们又不是偷，又不是抢，自己开路子谋财，有何不可？也犯不着往朝廷上告。可不是，大家都是军人，一旦国家有战事，理当冲杀报国，可也不能只靠这些军饷过日子。太平日子里赚点钱有啥罪过？人生一世，不就图个吃喝玩乐吗？哎，你就说咱北洋海军这些将领们，这些年吃的、喝的、抽的，盖的房子、娶的偏房小老婆，那一样不是从这些银子里分出来的？又没耽误了练兵和公务，他邓大人何必来搅这局呢？是啊，他邓大人这么一告啊，不就是断了咱们舰队的生路了吗？人呐，大道理谁都会振振有词的讲上一通，可几千号人张着嘴的吃喝才是实实在在的事儿啊。我看呐，还是得请您这种元老级的舰长去找丁军门、刘军门说说，让他们出面
劝劝邓大人。啊，我找机会和他们说说。来，喝上。晚上，来。好，喝。来。石成啊，你为大卫归队的上奏，我当天就呈给了李中堂。中堂大人今天已经批复，准许他归队，还当你的副官，并且发抚恤银20两。多谢刘军们。石成啊，我听不少人都在传。你要上奏军官的美房之地的事。是的。我看还是算了吧。咱们这帮同学都是有家有口的，买房之地也是为了妻儿老小。咱们中国人都讲究一个孝道。再说，同军们也买了。部长。当年北洋海军的章程可是你主笔起草的，舰长必须铸舰，这条没错吧？是，没错。可那是毕竟按照西方的章程学来的，咱们这是中国，文化、生活习惯那都不一样的。可军人担负的职责都是一样的。你呀，就是一根筋的脾气。好，你再好好想一想，即便是上奏，也要琢磨一下词句，不能太激烈。这也是丁俊文的意思。嘿，小家伙，来我这里一下。请进，小家伙，看一下我的作业。Good, very good。您的字大有长进，就是这里的运笔应该再果断一些，不要犹豫，要有节奏感。Rhythm， 运笔要像音乐一样，或者是像跳舞。音乐，跳舞，我开始明白了，很有启发。中国的书法有句话叫做“入木三分”，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笔落在纸上，要像刀刻入木头一样有力度。这是很好的比喻，我更明白了。练书法不是为了写字而写字，追求的是精神上的一个气。精神的气。把笔、手、心连在一起，行笔之时，也是你整个身体和精神调养之时。笔带动精神，精神调养气血。所以，中国的书法也是一种养生的学问。不错，我的脾气很大，有的时候很急、冲动。照你说的，
这个书法可以帮我调养。我非常感谢你教我这个东方神奇的艺术，肯定对我有很大的好处。不过，我有一个非常不明白的地方，日本人也很喜欢这个书法，但是他们的气为什么这么奇怪啊？从前，日本的文化主要学习中国，书法、茶道都用来调养心性，但是他们最突出的另一面的东西是武士道。这个武士道能使他们像吃了什么药一样的疯狂起来。一旦与他们对外扩张的目的结合起来，那就完了。杀人，甚至杀自己，巨大的灾难。这次长期的冲突让我感觉到，虽然你们中国海军比日本强大，但是你们的政府和民众还不如日本。日本民众更加关注自己国家的利益。虽然这只是一种没有理智的疯狂，但是可以非常容易转变为一个可怕的力量。小家伙，我对中国很担忧，包括这支海军，丁俊满，他不会打海战。这个，我们大家心里都明白。可您又有什么办法呢？换人。丁俊满是好人，但是一个国家、一支海军的命运，不能以一个个人得失来换取。这是不可能的，迈克尔先生，您还不太了解中国。这支海军是李中堂的，他要派自己信得过的人来掌管，也就是自己的派系。丁俊门是安徽人，是李中堂的同乡，即使他不懂海军，而我们这批海军将领，除了邓世昌是广东籍的，其他都是福建籍。李中堂，他不可能把这支舰队交给我们。搞混了，太复杂。一个自己内部太复杂的军队，在战争中肯定吃亏。镇北、镇中、镇南，各舰的煤都已经领齐了。另外，各舰还多领了一些，说是用于来往于旅顺到烟台之间的开销。你就都发给他们了？是的，他们都有丁军门批的文书。笨呐，没你这么笨的。标下，请大人训示。在衙门里当差，得懂得点为官之道，不是你在家种地这么没心眼儿。还望大人多多指教。以后啊，凡送上来的申报，
首先呢，要找出来他不符合章程的地方。这章程是干啥用的啊？知道吗？几百条在这儿呢啊，就是给我们用来找茬的依据，知道吗？啊，懂了吗？那要是没什么不符合的章程呢？笨啊！这天下就没有完全符合章程的东西。哎，你也可以在别的章程当中找出能对付他的条款呐。啊？那为啥要找他们的茬呢？笨啊！什么是衙门？啊，这衙门就是找茬的地方。这找茬，他就通不过。哎，这通不过，他就得着急。他着急，就得求咱们，就得送银子，明白了吗？啊，这就是为官之道，这就是生财之道。哼，经大人这么一指点，标下茅塞顿开呀！咱们坐在这个位置，那是可以来财呀！才明白呀！啊！再教教你吧。你要实在找不出茬来，就拖。比如说，这事儿我得请示上峰了。比如说，这上峰出差不在了。比如说，今儿下班，明儿再来。这最不济就是说自己拉肚子，也得拖到下次再说。那为啥要拖他呀？哎呦，真是笨呐！他来你这儿办事儿，他比你着急。他越着急，他就得送银子。他送了银子，你就给他往下办一步，但还不能办完，还要留一节子。他就更急，就还得送银子。钓过鱼吗？这叫溜鱼。这样下来，办完了一件公案，不就捞他3、5把银子了吗？啊！啊！你这么轻易就把煤批给他们了？你知道他们在军舰上大客
赚了多少钱吗？哼，便宜他们了。哟，你这是怎么了？这什么事儿让你哭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皇上骂我了。小两口吵架，那都是常事儿。你呀，就得学会忍着点儿。自从大婚以来，皇上就从来没跟孩儿上过床，整天就跟那珍妃泡在一起。那珍妃的嘴就跟那八根似的，特能说。他都说什么了？他说太后已经退了，可是连这些蝇营狗苟的小事儿都还管，让皇上怎么亲政呀？皇上现在在干嘛呢？回老佛爷话，皇上现在在玩呢。却回头。